它都比较偏在就是它的流程里面哦，它的行为里面只有在关乎的是那个物件的状态，但它的资讯并没有跟这些是合起来的。那它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它的问题不是在买什么系统的问题哦，而是先把流程给顺一顺。感觉需要到他们现场去看一下他们的软体的界面，有没有那些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功能，对，那有可能是有功能，但是不会用，对，那也有可能是想要用没有功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工厂医生卢玉。大家好，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那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什么呢？我听听患者的声音。好，没问题。今天又有一位私下来咨询我们的朋友，急诊还是重症？看起来是急诊跟重症好像都很严重。慢性病，慢性应该是慢性病。慢性病。好，慢性病。他说他们是成立20年，员工人数100人左右，做工具机业的公司。那他们常常有遇到几个问题是：第一个，在物料入库、完成品出库都是用人工处理比较多，所以容易发生系统跟现况不符，造成资产负债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库存量比较大，然后会造成物料堆积啊、完成品销售不佳的问题。那第三个是料账不准啊，然后产品品项多，编码模糊，实际的库存没办法掌握，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仓库或者是在制造现场查库存。那资讯都是以纸本记录为主，所以对点品项数量的话就没办法及时同步系统，所以就会在算料的时候计算错误，然后导致停工待料跟库存积压。有这些以上3个问题，想请问2位前辈要怎么解决呢？24年果然是慢性病，而且步入中年，慢性病比较多，有3高。那个企业有3老：老人、老机器，还有老系统。所以为什么这些流程已经做了很久了，然后人也做久了，那还有那个设备也比较久了啊，没有改变它的作业模式跟行为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料啊找不到啊，入库跟出去的那个料况找不出来的问题。那它其实也还有这个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一些资产库存上面他们可能在盘点上会有一些差距，就是我们俗称的盘亏啊。如果盘点完有多东西出来是叫盘盈嘛，对，那他们可能会有盘亏的现象，所以可能在他们的资产负债上面、负债表上面来讲，比较难去忠实的去表现这个样的情况。理解。好，对啊，因为我们都嘛说库存啊，存货是我们的资产。对啊，其实如果没有处理好，就变负债了嘛，就是你把钱就压在那里，不能够流通，因此会有这些状态。他说那个他的物料的完成品的入出库，因为不及时，我常常就听到这种类似这样的产业他都跟我讲他的那个物啊跑得比资讯快，那个货都不知道已经出到哪里去了，那个 ERP 单据还没打完。但是货可能已经到厂商端，或者是已经组装到那个成品，搞不好都已经出海了，端去了，已经在国外飘了。对，他们常会有这种情形啊。那回来就是因为我们在金石管理的时候有讲说物随单走，对，意思是你的东西既然有做出来，应该比如说我现在要出货，我有出货单，然后我有那个物件，我跟着一起出去嘛。可是看这个状态，他们比较像说他的出货单有点像是 paper 开的，对，就是用纸本印的那个 paper 的那个收货单就出去了，但是不是 ERP 的纸本按理说应该是同一个时间点那个 ERP 的销货单打完了，柏林盒出来，跟着货一起这样出去了，那就是料账就是及时的。其实我发现会有很多的工厂他们自己会在软体系统之外，再透过 Excel 去做一张要发派给现场这边工作的指令，那这个单据呢，它跟 ERP 系统上面的单据其实是脱钩的，对，那他们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对他们来讲，最及时、最真实的数据呢，是存在于厂务办公室，就是可能产线旁边的办公室里面，然后他的厂务人员他的电脑里面的一个 Excel 的记录档里面，才会有最真实。比如说现在的线面仓里面有多少库存，或者是说现在
有哪些东西已经packing 打包好了，然后准备要出货了。在续品那边，可能续品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对那个纸本东西，自己的那个万能的 Excel 在记这些功能就很神奇啊！这些资讯它其实对他们来讲，好像要维护到 ERP 系统里面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他的状态基本上听起来，刚小编这样问起来，他都比较偏在就是他的流程里面哦，他的行为里面只有在关乎的是那个物件的状态，就是他现在有没有在做啦，他做到哪里去了？实际上生产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注意的，但他的资讯并没有跟这些是合起来的。那他比较重要的，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在买什么系统的问题哦，而是先把流程给顺一顺。而且还有很大的状态就是他们的 ERP 可能 user 不太会用，所以就会认为那很麻烦，那就会变成 paper 先走，然后再把 paper 收起来之后，再给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常务的助理小姐去打，这个时候你的咨询就又落掉了。像这种情况感觉需要到他们现场去看一下他们的软体的界面，有没有那些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功能，对，那有可能是有功能，但是不会用。对，那也有可能是想要用没有功能。对，所以会有两种情况。这个我昨天跟一个客户分享我们国语都会叫说他不会用这样子。然后那个昨天那个客人的窗口是这么告诉我说我都已经跟他们讲了就是我去辅导完，我教完了窗口，他知道了，他已经实际上操作给我看了。然后我就离开了嘛接着过了2个月之后，他昨天跟我讲说我们现场都不会用，就是都不要用这件事情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台语是这样子不会用这个是不会用跟不要用，不知道怎么用跟不想要用，两件事。那方法其实是这个样子。我先跟他讲，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我教完你之后，我离开，请你把那些东西你测好了 OK 之后，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成为 SOP， 下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相关的人叫来开会，然后说明上课，按照那个 SOP 讲完之后，然后再把这个 paper 给他们，然后再开始讲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对，不能期待说你就跟他们发个信件我测好的可以了，你就认为那个所有的伙伴们可以 auto run， 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啊，因为他们在没有很理解的状态之下，不太敢去抢，他会怕说把你系统给搞坏。那我们回到这一家的工具机的厂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帮他解决呢？这个到底他的滤芯要怎么换？不清楚，问师傅好了。我先面代机。师傅，我这个饮水机的滤芯要怎么换啊？你要换滤芯我跟你讲，这个不会很难。我远端视讯教你就可以了。首先先把那个盖子打开，然后中间白色的管子把它收起来，然后再放进去新的滤芯，再盖起来，这样就好了，很简单吧？原来这么简单，我知道了，我会了，谢谢师傅。看完刚刚的情境剧，你是不是也想要约一个线上的顾问来帮你做咨询，节省舟车劳顿的时间呢？那现在呢，只要截图，然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那你现在呢就可以享有免费1个小时的顾问咨询时间哦。价值6000元，赶快行动吧！赶快约起来哟！当然，建议是你的流程、跟你的单子、跟你的物这3件事是要一致的我们记得之前有呼吁过，就是你的 ISO 的流程、ISO 的那个表单，他们有一个表单可能是比较偏向 ISO 类的，跟 ERP 的实际上的打的那个程序，这2件事首先要先让它变成一件事。那既然变成一件事之后，是不是会出现一张 ERP 的单据？这个单据呢，就走完。跟着你的物往下走，可是这样讲你可能比较不太能够理解，真的是要去辅导他做完这个流程。他们必须做3合1。对，就像那个咖啡3合1比较快速，不然它不是单一个事件造成，要3件事情一起做，所以它这个真的是慢性病。原因就是为什么讲到慢性病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其实比较它程序比较复杂。对，就是说你好像都知道。但是就是做不到。其实要针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去解决。对，比如说我们也是要针对工厂目前所有的使用者他的心理状态，我去解决说他目前到底卡在哪个问题点。那他是真的
做不到呢，还是只是他认为他自己做不到？对，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工具给他用，但他会觉得说啊，那个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他就先告诉你不可能，但是他自己心里先否定了自己呢，还是说真的他有尝试过，因为不行，所以他才没有做，这个可能又是两回事。对啊，所以他真正的解法啦，要进去企业里面，然后把脉。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隔空问诊嘛，哈，我们真的要进去一一去把它理解清楚。然后每一趴的人，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太多人，一个是物料的成品露出，你看你有那个属于餐馆的人，那出货是可能属于，如果是他是外销，还有续品的事情，船务跟续品的事。对。那还有生管要排，因为他说啊这样领料不对，然后资本账，而且最后最影响最可怕的就是那个财务。你前面都很乱的时候，财务结不了账啊，那老板一天到晚说啊我损益表出来呗。2个月后才出来，老板就崩溃了。是啊，他横跨的部门多，所以比较建议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小编再回复他们一下，我们提供给他一个咨询服务的机会，就是对3线原则，这个要去进行3线原则，到现场去看他的流程，看他的物件，然后把他的系统打开来看，说是真的系统没有功能，还是你们不会用，先界定清楚之后，才能够好好的给药。对。那我们的咨询服务的部分呢，如果是线上的话，有办法进行吗？可以啊。如果他们愿意的时候啦，就是简单给我一下他们现在的流程的叙述，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表单，因为大概他给我的表单，我就知道这是系统的表单，还是他另外那个手绘的表单。一旦有这些表单之后，我们就知道确实问题是因为手绘表单那个流程上有问题。那相关部门一起开会，就是一起上线，然后我们跟他聊说你的问题点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个一个去简单问一下说你在什么时间点给人家什么资料，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有时候只是方法稍微调一下，他们2个就顺多了。那线上嘛，我可能先给你一个方案，你踹，如果觉得有效，就觉得这个医生跟他搞哦，持续那个按时要领超课，一个一个来。因为其实事情很简单，它是一个有架构的概念，你只要有架构，事情是容易去拆解它就很容易达成。怎么很容易？就是 just do it 嘛，听话照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先进行远端看诊，对，跟在疫情期间所有的办公状态都一样。对，如果距离上比较遥远，那我们可以先透过远端视讯的方式，然后做线上的会议，没错，大家先进行一些讨论。因为其实讲实在的，就是到客户端现场，我们也是先坐在办公室先聊一下。对啊，先聊一下。那如果第一次只有坐在办公室聊的话，那我们可以省去那个车程的时间。我们先在线上先讨论一下，那我们在线上有讨论的一个初步共识之后，下一次我们直接实地拜访，就可以直接到产线上面。对，我刚刚前面提到的3线原则，现实我们讨论完了，那就要现地现物。对，那现地现物就是要直接进到产线去看，说到底有哪些的困难，或是进到仓库去看他们的实际的作业程序。对，他们高阶主管讲的跟现场第一线人员操作的程序有没有一模一样？常常是不一样的。我也觉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对，没错。而且这个有点像是说，像我们医生就是门诊是一件事嘛，所以远端我们就视讯比较像门诊，它这个先把事实给理清楚。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的是做什么？就是可能你需要做那个断层扫描 X 光机，做一下仪器检测，你就知道说到底各方数据是什么的。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小编提问看看？刚刚有讲到那个3线原则，请问那3线是哪3线？3线呢，就是指现实、现地、现物，就是意思就是，针对这个事实，你要在当下那个环境，然后以及当下的那个物件，它所发生的这个事实，我们去会勘，直接实地做会勘，然后确认说，它可能真的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其实3线原则往下会再延伸，会有5问。5问的意思就是你问了5个问题，去深掘出造成这件事件的核心原因。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只透过问一次的问题，你得到第一个的反馈，有可能你只是解决那个问题的皮毛。表皮，你治标没有治本。那为什么要问5次呢？就是要确认你是真的不断的往核心去深掘，挖出最根本的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再做出最可以剔除根本问题的这个解法。所以3线原则后面呢，通常会再伴随着5问。对，这个是在丰田汽车里面他们
就是要去解决他们汽车生产问题，很常会用到的一个管理模式。对，这个在差不多应该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非常流行的一个工厂管理的实务。这也是很多顾问界的那个手法啦，顾问手法，在挖掘问题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刚刚听完啊，感觉是这位朋友他们的问题是物料的状态跑得比资讯还要快，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掌握真实的资讯，是吗？对，没错。好，然后再就是有可能他们买了软体系统，可能是不会用或者是不愿意用，那这样的话就是只能透过实际访查去确认说该怎么帮他们解决，这样吗？实际透过现场的访查，可以了解他们的目前现有手上工具的状态是不是非常的精良。那另外也可以了解他们心理状态，了解他们现在心里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抗拒，对改变是不是有抗拒。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工厂医生、工厂陈师硕还有易瑞科技的分享。我会在私下跟这位朋友回复说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任何的疑难杂症呢，也非常欢迎私讯我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内容的话，欢迎帮忙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哟。好，那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喽，拜拜。欢迎，开门啦！工厂医生第一支工商广告开始，赶快行动吧！你有玻璃白？耶，赶快订起来！上班啦！